以开始了吗？可以。你好，我是 Marcus， 我是 SecretTech 的 CEO and Co-founder。我们公司在台中市，我们在效率健康类的 App 做了很多样的工具，帮助使用者改成好习惯。大家可以知道，在养成好习惯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很痛苦、很无聊，所以我们在里面加入了非常多 gamification 来帮助使用者用更有趣的方式成为更好的自己。目前在全球有超过3500万的用户，每个月都有100-200万人使用 Forest 在学习或是工作上面保持专注。打开我们的 App。然后在里面种植一棵小树苗，那在接下来的时间，这个树苗就会慢慢成长成一棵漂亮的植物。如果这个过程中忍不住想要用手机，那这个树就会被杀死。每一次你回来想要用手机的时候，脑中就会浮现说：我把它杀死是不是太残酷了？回到原本专心的状态，利用这样的方式呢，慢慢的去培养专注效率的好习惯。从大一开始尝试 startup， 考别人商业最容易可以开始创业，成本最低的领域吧，只要买一台电脑就可以做。到底有没有可能在自己的宿舍里面，透过自己的双手，做出可以改变世界的好的产品？大一、大二做了2-3个游戏，学习到了怎么样在 release 我们的 app。下一个学期野心更大，我们找了更多人，投入超多精力，一起做了一个游戏。结果到最后，整个游戏只有2个人有购买，总共赚到的钱不到10块钱美金。那时候也会很困惑或迷惘，一个失败、2个失败、3个失败的时候，不知不觉快要毕业了。到底有没有可能在毕业之前真的找到好的一个题目呢？还是说毕业之后跟其他同学一样去外面上班工作？那不得不反思一下，到底做游戏是不是对学生来说一个很棒的创业选择？第一个反思就是你可以想一下，它解决什么问题？它其实解决问题就是无聊。那这样的话，竞争对手其实就蛮多的。我可以去看剧、看电影，我可以去爬山、唱歌。那2-3个人的学生团队做的这样子的小游戏，其实很难去跟几百个人的团队他们做的3A 级的做竞争。我们就觉得有没有可能去做生活中难题的一些 App？其实对学生来说，最大的一个困扰就是手机。我们上课或是写作业，可能一个通知来了，一下来了，你这堂课可能就废掉。那我们选择就是手机成瘾这一个问题。Target audience 当然就是学生这一类人。我们从一开始就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在全世界发展的产品。美国的学生要学习，韩国的学生要学习，这个其实你只要在这个地球上生活，你只要是学生，你就会有这样的需求。一开始可能我们就写一个很简单的 app， 就是把手机锁住，那使用者不能用，那就没事了。但是实际测试的时候，我觉得我需要摆脱手机成瘾，所以我装了这个 app。但是过2-3天，它就会受不了，拔电池重开机那一旦它破解了，这个 app 就没有用。到底有没有办法从使用者的内心，他真正的感受到我需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儿童的时候，我们有玩过叫电子鸡，我不确定韩国有没有流行过。你要喂它吃食物帮它做训练便便你要把它清扫干净。大家都愿意投入自己的生活去照顾一个这么虚拟、这么不精致、不漂亮的一个电子的宠物，所以我们觉得使用者跟这个虚拟生物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连接。如果用户可以在意我们 App 里面的电子的宠物，那他就有可能为了他们做一些行为上的改变，用游戏化的方式去培养专注效率，不要用手机的习惯。当初做这个 App 的时候是2014年，相关的 App 其实真的蛮少。我觉得 idea 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它的 execution。大概花了1个月的时间做了一个初步的版本，我们就马上上线看看用户觉得这个东西怎么样。一开始的 business model 选择付费，主要原因呢是因为我们觉得可以验证使用者的需求是不是真实存在的，大家愿不愿意花$1、$2去解决他们的问题。在一开始做的很好的一点就是非常重视用户的 feedback。其实，在各个商城可以评论1颗星、5颗星。那与其让这些用户在我们的商城上面做这个 app 多烂，我们不如在第一个版本里面直接加入非常 direct、快速的反馈的渠道。因为他也已经花钱，所以他会花很多的力气跟我们说这 app 哪里做不好还可以再加强。他真正的需求是什么？更重要的是，透过这方式，我们可以建立跟用户之间的信任，把我觉得的问题告诉你，开发者亲自回复我们，就算他遇到再难用的地方，愿意帮助我们把这东西变好，而不是只在外面去骂我们这些 app 哪里不好用。前面这几个月的时间，接触到支持我们的这些用户真正的使用场景，不断的释出新的版本，确定我们的 solution 是不是真的达到了 PMF Product Market Fit， 想办法做到极致。因为你没有一个这样的产品，你再去做推广，只是让更多人知道你的产品不好而已。
那其实初期的前3到4个月，几乎没有什么人认识到我们这一个产品，每天大概是个位数。但其实学生创业有一个好处，我们的时间没有那么值钱，所以我们可以花很多时间去想办法去找到任何可能可以接受我们这个想法的渠道，在一些论坛上面去说，我们是学生啊，我们做了一个这样的 app， 大家可不可以来用用看？我们甚至可以免费给你试用，然后在社群上找到一批愿意早期去试用我们产品的用户。然后 Press 媒体这边推广的顺序来说，当然是全部广撒。台湾这边常见的媒体，美国那边呢 TechCrunch 啊、Life Hacker 跟我们的题材相关的都有去寄送 pitch letter。发了可能100封、200封以后，总算也会有1-2家媒体会回复我们。在大概半年后，美国的 Product Hunt 大陆的百度 App 也有不错的曝光，最后终于得到主流用户的认可。不管用户增长或是营收，我们每年大概都很容易可以翻倍，甚至 triple。在2014年以后呢，也蛮多致敬或者说参考我们的产品，也陆陆续续都出来，这样代表我们选择的方向其实是对的。那我们也很开心的在毕业的倒数2年，完全不用担心的开始我们的创业旅程。那确实，我们 target user 其实学生也是会有 limit， 而且也不是每个人都愿意买一个 app 去帮助他学习，增长速度其实没有像一开始这么的快速。我们就要开始做 marketing， 想要去拓展更多不同国家。但是营销，如果我们要在每一个国家都派代表，那我们可能已经是一个100-200人以上的公司，20-30人这样的团队，怎么做到这件事情呢？其实就应该去找寻那一些只要你是人类共同都会有的痛点。比方说，世界各地各国都会有一个现象，可能去图书馆有点麻烦，大家可能会直接上网找一些 KOL 读书读得很好的、笔记做得很漂亮的同学，我就跟着这个直播的画面一起学习，就有点像我去了图书馆一样。相关的这些 hashtag， 不同的平台上有不同说法。IG 上面可能会叫 Studygram， 在 YouTube 上面 Study Life， 大陆那边哔哩哔哩 Study with Me， 这些直播主在旁边放一个 Forest 记录他专心直播的时间。那这样每一个在看直播的学生，可以直接联想到想要认真、想要专注，就用 Forest。这样子的一个品牌连接，我们只要做好简单的翻译去做推广的动作，我们就等于达到了做一件事情就可以有好几个 campaign。其实我们的产品本身有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它的 ARPU 比较小，每一个用户他会在这个 app 里面他花费的钱 ，Forest 它本身是一个付费买断的一个 app， 他花了$2以后，可能就不会再给我们额外的收入。另外一个问题可能是这样子付费的 app， 它本身宣传的成本其实比较高一点，他看到这要钱，那可能就不会马上下载它。基于这2个事情，比较难直接用买广告的方式快速的获得流量。所以一直以来，我们都会尝试着做一些口耳相传的 content， 用户在使用的过程中，把好的体验自然而然的去分享给他的朋友。我们在去年11月的时候有上线一个专注花语心理测验，应该很多人有看到。心理测验其实是一个大家广为熟悉，不需要下载 app， 我只要去这个连结就可以玩到这样一个 app， 里面就自带了非常多传播的要素，一看到就会好有兴趣，想进去点点看自己是怎么样的人，我想要分享给别人，很容易可以在朋友之间去做一些流传。一开始上线只有中文跟英文的版本，但是我们发现韩国这边的用户他使用了英文版本，它的转化率以及它的留存率非常的高，就让我们感受到，韩国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潜力这样的一个市场。也考虑到韩国的年轻人他非常喜欢流行的东西，本身韩国又是一个文化输出非常厉害的国家，如果在韩国这边可以成功的话，那很有可能可以连带的影响到亚洲附近其他的国家，让大家都可以玩这个东西。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很明确的确定了，我们要把韩国作为下一个市场。刚刚前面有说过 ，Forest 它本身宣传成本比较高，其实不适合用广告。有没有可能我们透过广告，先让第一批有点像 seed 种子的这些人，他可以很容易的传出去？所以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做广告的研究，测试了非常多种文案，花费了少量的费用去进行 A/B test 本地化广告的优化，都完成了以后，我们就准备要进韩国市场。2月的最后一个礼拜，投下了第一批广告，用少少的$1000作为初始的投入，带来5000到10000人次游玩的一个心理测验。这样的数字可能听起来不是很多，但是因为我们之前其实已经测试过，一个韩国的使用者体验完以后，带来可能20个亲朋好友一起来玩这个心理测验，这样子的扩散率其实是非常漂亮。相比于日本只有2到3个人来说，是一个很有机会的方式。在接下来几天，一开始$1000带来的5000人，就慢慢变成了数万人、数十万人，甚至在周末的时候累积超过了800万人次的游玩，非常多艺人啊、媒体也带来他们的 fans 读者一起来体验这个游戏。光这几天，我们的收入增长其实达到平常的50倍左右的效果。当然，这也不会是一波高峰而已。这一次的曝光，韩国有非常多年轻人都知道了 Forest 这个产品。就在接下来的几个月，甚至到快要1年后的今天，我们每天大家都还有5倍 Forest 下载量，所以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行销策略。这
近年来，台湾的新创产业其实蛮蓬勃发展，在技术上 AI、区块链，在文创上面的虚拟 IP 创业，当然也有很多像我们这样软体想要推广给全世界不同使用者，解决大家的问题。我们团队的平均年龄还蛮年轻的，大概只有25、26岁，很多人都是毕业后第一份工作就选择加入时刻科技。目前有30出头的人数，主要的结构分类其实是以产品为团队。这样有一个好处就是，公司未来再长大一些，有5到10个产品，每一个产品团队其实就像一个小的初创团队，还是可以保有自己的文化、自由交流的空间。我们希望可以找到一般人日常生活中各式各样的痛点，帮助他们用有趣的方式培养好习惯，成为更好的自己。除了那些使用我们产品的用户之外，当然时刻科技里面的伙伴，只要你有想要追求、想要学习，都可以提供非常多的资源，帮助你做出突破，不断的做得更好。非常希望来自各地的 talent 都可以加入我们，一起帮助来自全世界的用户成为更好的自己。如果我这样放着看得到吗？好的。哦，赞。